最近霍尔木兹海峡终于宣布有限放行，打破了持续数月的航运冰封。但这绝不仅是简单的危机解除，而是全球能源通道正在重构一套全新的游戏规则。别急着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通航松一口气，对于身处新加坡的我们来说，真正的供应链噩梦和输入性通胀才刚刚开始。很多人以为伊朗宣布允许通关，意味着世界油阀危机解除了，这根本不是什么重返和平，而是全球航运自由时代被彻底终结的终局宣告。从今天起，这条承载全球 30% 海运原油的公共咽喉，正式沦为一个主权国家可以随意设卡、审查，甚至随时掐断的私家收费站。当国际法规定的过境通行权变成了一纸必须向德黑兰申请的通关批文，这绝不仅仅是中东的地缘博弈，它即将直接反映在你下个月飙升的新能源电费账单上，更在疯狂试探着马六甲海峡的未来底线。今天我们就来扒开这层有限放行的温情面纱，看看全球贸易的底层逻辑是如何被彻底改写的。要看懂霍尔木兹海峡这波操作有多狠，我们必须先认清一个残酷的现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新加坡更害怕航道被掐。我们常说马六甲是咽喉，但霍尔木兹海峡那是全球经济的大动脉，每天有超过2000万桶原油和全球1/5的液化天然气要从这里运出。过去几个月，因为地缘冲突，这条大动脉经历了实质性的心梗，数万海员滞留，全球运费直线飙升。现在伊朗官方发话了，我们可以让商船过，但前提是必须申请，必须合规，必须听我的指令。这恰恰是最让人背脊发凉的地方。在过去几十年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黄金时代，国际海峡讲究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的过境通行权，只要无害通过，谁也管不着。但现在伊朗硬生生把一条国际公共航道变成了需要提前申请、官方审批、指令通行的内海航线。这就好比你每天上下班必走的公共高速公路突然被私人安了收费站，不仅要查你户口，还要看你顺不顺眼才放行。对于我们新加坡这种把自由贸易刻在建国 DNA 里，连每一滴石油、每一口天然气都要靠海运进口的国家来说，这不仅是地缘政治的余震，更是直接刺向我们生存根基的利刃。合规意味着审查，审查意味着时间，而时间在航运界就是白花花的真金白银。大家觉得这次危机对新加坡作为国际航运枢纽是机遇还是致命打击？这些隐性成本最终都会变成我们超市里涨价的日用品和不断攀升的电费。那么伊朗到底是如何通过几张纸的审批就锁死了西方巨头的咽喉？如果说之前的军事封锁是简单粗暴的掀桌子，那么这次的有限放行绝对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规则重构战。让我们用批判性的眼光扒一扒伊朗官方公布的这份通关细则。细则规定，所有民用商船只要无违规记录、无关联敏感背景，就可以提交通关申请。流程是提前邮件申请，官方审核批复，按指定航道指令通行。很多外行媒体把这解读为局势缓和，但在我们这些长期观察地缘政治和航运数据的人眼里，这3个词简直是字字见血的阳谋。首先，什么是无关联敏感背景？这个解释权完全掌握在德黑兰手里。今天可能是禁止悬挂以色列国旗的船，明天可能就是查处由美国资本控股的邮轮，后天甚至可能因为你的船曾经停靠过某个不友好国家的港口而被拒之门外。伊朗不需要动用一枪一弹，只需要一个审批不通过的邮件，就能让一艘装载着上亿美元原油的巨轮在波斯湾外苦苦等待，每天烧掉几万美元的滞期费。这在国际关系学中被称为官僚主义的武器化。其次，这打破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关于国际海峡的基石。
也就是无差别自由通行。伊朗通过建立这套审批机构，实质上是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了长臂管辖。根据全球权威的海事保险机构劳合社的最新情报，虽然目前每天有数十艘商船获批通行，但这背后是全球航运公司被迫向伊朗的规则低头。各大船东为了不让资产打水漂，只能乖乖提交船员名单、货物清单，甚至是背后的股权穿透报告。这意味着全球航运的透明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选边站队。想要顺利通关，你必须在商业运作上与西方制裁体系进行切割。这不仅是打通了能源堵点，更是伊朗在西方极限制裁下硬生生砸开的一条新规则通道。他告诉全世界，在这里，美国的航行自由不好使了，得按我制定的游戏规则来。但奇怪的是，面对这种直接打脸的挑衅，美国去哪儿了？稍微懂点国际政治的朋友一定会问一个核心问题，既然伊朗这套有限放行是在绝自由航行的根基，那天天把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挂在嘴边的美国去哪儿了？驻扎在巴林、扼守波斯湾的美国第5舰队，为什么对这种明目张胆的设卡收费行为保持了令人窒息的沉默？答案极其反直觉，但也极其现实，因为美国已经不需要霍尔木兹海峡了。很多人对美国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时期，以为中东的石油就是美国的命根子。但如果你去翻看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最新数据，你会发现一个惊天逆转。得益于页岩油革命，美国不仅实现了能源独立，现在更是全球最大的原油生产国之一。霍尔木兹海峡每天运出的那2000多万桶石油，超过 70% 是运往亚洲的，买家是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当然也包括我们新加坡的炼油厂。这就出现了一个极其荒谬的博弈悖论：美国为什么要花着纳税人几百亿美元的军费，冒着航母被高超音速导弹击沉的风险，去为亚洲国家的能源供应链当免费保安？算盘一打，美国人发现这笔买卖亏透了。所以我们看到了第5舰队的克制，美国不再谋求绝对的自由通航，只要伊朗不彻底把海峡焊死，只要不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进而反噬美国，美国完全可以接受一个管控式的霍尔木兹。这背后隐藏的真相是，二战以来由美国海军提供全球公共航道安全背书的时代正在悄然解体，全球供应链的安保成本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移。当世界警察开始算经济账，那些曾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免费公共品，比如安全的国际海峡，也就变成了待价而沽的奢侈品。这对于亚太地区的制造业大国和贸易枢纽来说，无疑是头顶悬起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当保护伞撤走，我们该如何自救？霍尔木兹海峡的今天会是马六甲海峡的明天吗？作为身处新加坡的观察者，这才是我们必须深度推演的终极焦虑。霍尔木兹海峡从自由通航演变为合规放行，在国际关系史上开创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它证明了，只要具备足够的地缘杠杆力，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凭借安全理由将国际大通道私有化和规则化。如果这种模式被复制到其他咽喉要道呢？马六甲海峡承载着全球1/4的贸易量，是亚太经济的绝对命脉。在当前大国博弈日益白热化的背景下，谁敢保证未来不会有大国以区域安全或反制裁为由，在马六甲海峡也搞出一套有限放行的准入清单？当凭实力设卡取代了按规则通行，像新加坡这样高度依赖航运的微型国家，生存空间将被极度压缩。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政府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近乎偏执地呼吁维护多边主义，拒绝选边站队。因为我们极其清醒，一旦全球贸易体系分裂成几个互不兼容的阵营，新加坡作为超级联系人的价值就会清零。面对这种不可逆的全球航运新秩序，亚太国家能做的
绝不是寄希望于某一个霸权国家的舰队来维持旧秩序，而是必须疯狂增加自身的不可替代性。比如，新加坡正在全力推进的绿色航运走廊，全球最大的自动化港口大士港口，以及强化我们在海事仲裁和航运金融上的绝对壁垒。当全世界的资本、技术和利益都与你深度交织在一起时，你才拥有了在丛林法则中活下去的护城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一声警钟，敲打的绝不只是中东的沙子，更是全球化退潮时每一个沿海国家的生存底线。霍尔木兹海峡的有限放行，绝不是一次简单的危机解除，它是全球化黄金时代落幕的墓志铭，也是大国博弈下航运新秩序诞生的宣告。从自由航行到合规通关，我们正在见证全球供应链从效率优先向安全优先的全面转向。在这个旧规则加速瓦解、新秩序尚未建立的撕裂时代，盲目乐观是致命的，只有看透底层的利益博弈，才能在风暴中找到生存的坐标。如果你也认同这期视频，请务必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是立足新加坡的地缘观察者，下期视频不见不散。